在日本比马拉松的时候，发现，日本跑者竟然有不脱手套取水的，去做一个往前倒水，再回来喝水的动作。其实相对的，他在这个动作当中，手套是不会湿的。嗨，大家好，我是光头，欢迎收看《到底跑了没》。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运动营养。你是否呢，就是都没有注意自己的饮食，然后每次都乱吃，然后可能有些人吃到变发福的状况，有些人呢吃到可能越来越瘦。那其实，在运动当中，运动的饮食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呢，不只要教你怎么吃，还要告诉你该如何避免一些你不该碰的食物哦。现在我就要来咨询我们的专业的运动营养师 ，Go！ 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的运动营养师。大家好，我是你的运动营养师杨成华。现在这个运动科学的普及化想不到连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动表现以及我们的运动恢复。因为其实，在饮食，它对于我们的运动表现啊，它从20-30年前早就已经证实有非常大的关系性了。那只是说，大家在它跟运动表现之间的关联性，究竟是要吃多少？多久吃什么？经过非常多的研究，才会找出一些有合乎逻辑跟合乎科学可以再显性的一些数字。那么，我想运动科学就是基于这个一次一次的一个实验去累积出来，我们找到一些可以帮助大家的一些比较好的安排方法。而且像我早期一开始在接触这种不管是篮球的训练，或者是田径的训练，我们早期接受到的资讯都是要多吃肉。OK， 赛前的时候多吃肉，因为吃肉会比较有力气这件事情。我相信应该很多的荧幕前的你也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吧？有，我曾经还有一次就是说在接触一个篮球选手，他现在在国外，他说他在台湾那个时候，每次要比赛之前，教练都会让大家就是好好吃就听起来就很开心嘛，对不对？他吃的东西呢，就会像是我们的披萨再加炸鸡餐，对，听起来真的很棒吧？我们看着他吃的东西，他对于隔天要表现的，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很可惜。那这样子是针对我们跑者啊，像我们要跑马拉松的跑者或是半马。这样类型的跑者，我们的饮食呢，在日常当中是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调配？对于我们的运动表现，相对是会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其实大家每天至少都是跑1个小时，甚至有的人的 program 是2个小时，甚至也多一点到3个小时。因此，在热量上面，也就是特别是碳水化合物的一个补给上，那个是支撑你要去吃得下这些训练量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所以碳水化合物大家可能很常会忽略。会怕，那会不会有摄取过多的问题？摄取过多的问题，通常是有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摄取错了那个种类，再来第二个就是说摄取错了时间点。哇，这么深哦！对，所以你一样吃同样的一个碳水，你光是吃错了时间点跟分配方法，就可以决定你到底是好的恢复还是变胖的那一方面的走向，人生的走向就不同了。那我们也常听到，就是说我们修复肌肉啊，是要有一个好的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的比例。那这个比例或者是它的摄取量应该要怎么样搭配？通常一个在训练完之后，我们大概会建议蛋白质的话是每公斤体重大概在0.24到0.31之间。那碳水的话，大约呢都是在每公斤体重大约1克到1.2克之间。那这个的数字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学术。那其实现在的食物很多都有营养标示，我们其实在算出自己一次训练后该吃多少之后，那你去对照你的营养标示去凑出你应该在一次训练后要吃的东西，已经相对容易很多。所以比如说我是60公斤好了，如果以1.2克来讲，就是我那一天要吃到72克的一个蛋白质。这个要注意一下哦，是当次训练完后，不是一整天哦。当次训练完后，就你跑完这一次今天的课表之后，今天跑完课表之后，你就要补充这么多了，72克。对，哇，这么多哦。对，你是不是懂？我以为是一天的总量是72克。OK， 误会。所以这个很长，大家会搞混的地方。因为通常外面都是给的是总量啊。对啊，就是用总量去算，然后有时候大家又可能对单位上不是这么的熟悉，可能就会
计算错误。对，那一旦计算错误，可能就会有一些吃进去反而不见得会有好效果的一个状态。要么就是吃太少，要么就是吃过多，或者是定义上面把它给误会了。所以像刚刚光头教练把一次的训练后的东西误会成一整天只能够吃这样，这个很常见。对，那对于我们像这样子啊，在长时间在上班的一个跑者来说啊，其实大部分的食物的选择都是以外食为主。对，那这部分呢，就是接下来想请老师来跟大家来解说一下，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外食族，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错误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要怎么去避免？那接下来就交给老师喽。好，我们一般跑者最常发生的第一个错误就是用感受在吃东西。这个件是不是听起来好像很奇怪？感受，我不是因为要觉得感受到饿了，或是感受到渴了才来进食，这不是好像很正常吗？其实不是。用运动科学来讲的话，当你有感受的时候，通常就已经错过了最好的补充时机了。也就是你有感觉的时候，那个黄金点就已经过了。在你还没有感觉的时候，通常那个才是我们可以去做补给补充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用感受来去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去吃，什么时候去喝，或是用感受来决定我是不是饿了应该要吃，这些感受都不够准确，而且都是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做一个亡羊补牢，也就是我们只是在做一个弥补补救的动作。那所以如果用感受来去决定你的训练饮食，或是该怎么去吃的话，那会很可惜，因为都不是吃在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我们要怎么做呢？这个也就是透过要记录，然后再经过我们的分析、讨论，制定出新的计划。那按着计划走，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新的计划跟旧的计划有哪些帮助，哪些改善，这个才是叫做科学。第二项我们很常看到的，也就是为了要减轻自己的体重，然后减肥的速度比较快，那用的方法就是把碳水化合物降低很多。那这个的问题点会是在于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不是只有在燃烧我们的身体脂肪，还有一部分会燃烧我们的糖类。而且当你今天的课表强度越高的时候，它消耗的糖类、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也就会越来越高。特别是像你今天是在跑间歇这一类的运动的话，比例会更强大。那过去有个研究是这样子，即使是一个长距离的中强度的跑步，也就大概是1个半小时，如果换算成说我们一般的训练课表可能是这跑就是 LSD 这样一个程度，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期间都没有碳水的任何补充的话，我们在科学上有看到他身体的一些免疫窗口会打开，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会比较容易下降下来，那在生病上面的风险也就会提高很多。那大家也知道，只要一生病一感冒，你可能后面几天的训练又要被 delay， 又要被影响到了，甚至身体还可能会比较容易掉肌肉，肠胃甚至会容易会有一些不良反应，这个是会比较因小失大的事情。因此在减重这一段如果有必要要做的话，我建议提早时间做好分配安排，规律的每多久要减多少公斤的脂肪，用这样的方式去安排，会比你要短时间快速减重来的安全有效。那第3点我们很常见到的，也就是说在训练后的饮食营养补充不足。大家的概念已经从几年前就是训练后运动后怕胖不敢吃，进步到说知道了训练后应该要吃。那现在已经知道要吃，可是吃多少这个量的问题呢？它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影响发生呢？第一个就是说，你明明训练有做了，然后训练品质也做得很好，那越高强度的训练，其实它要的是恢复要做越好。你前面做100分的训练，它的效益才能够留得住100分下来。如果你做了100分的训练，但是恢复只有做到50分，这个恢复是包含饮食营养的恢复，那真的能够留下的效益，也就是打折扣，就只有这个50分，甚至可能会更低。了解了训练跟饮食营养恢复，它是等同重要的事情了吗？大家很常怕吃碳水化合物，因为会觉得说，吃碳水就会容易体重增加。这边要跟大家补充第2点，
碳水化合物我们在吃到体内之后，它会变成肝糖，存在我们的肌肉里面。那每一克肝糖都要带2克到3克的水分，所以你吃碳水会增加体重，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它增加的不是脂肪，而是你的水分，这也帮助我们的身体在做水恢复。第二个，吃碳水它会引发我们的胰岛素出来。那其实对身体来说，训练是带给身体一些微破坏、微损伤，我们是需要一些合成性荷尔蒙来帮助我们身体恢复。所以有碳水化合物是来刺激我们身体合成性的荷尔蒙出来，帮助我们身体修复。不然的话，那个损伤是会再一直扩大下去的哦。所以我们简单的小结一下刚刚营养师所说的常见的3个我们看到的犯的错误地雷点。第一个就是用感受在补充。第二点，减重为了求快，把碳水化合物砍得太多了。第3点呢，也就是我们在训练后的营养补充有补，但是不够。这3点，您有犯到这些可能的一些地雷吗？如果有的话，欢迎底下留言跟我们大家做一个互动分享吧。老师，像我自己平常会摄取蛮多的营养品，比如说 B 群啊、C 啊，或者是一些镁啊相关的一些矿物质嘛。那真的跟我们这个运动有连结的营养品，可不可以今天由老师来跟观众前的大家来做一下说明？那我大致上在运动的一个增补剂方面，先给大家几个观念。第一个就是绝对很有效，然后呢，它会破坏公平，也就是竞赛的公平性。那也或者是说它是属于说很有钱的人才可以有的东西的话，通常我们把这个归类为运动禁药，就是不能用的意思啦，不可以用，而且会不会对身体有害？有的东西可能会有害，有的运动禁药它可能是装备，它不是吃，也不是喝，也不是打，它可能是装备类，它也会算为竞赛不能使用的。是。那因此第二个运动补给品通常就是多数可能有效，那这个情况下它又对身体没有害处的话，我们会把它归类在运动营养的补给品上面。理解。对，所以它还是有一个层级的差距。那第3个就是比较偏营养健康补给品。所以刚刚提到的可能像是镁啊、B 群啊、维生素 C 啊，对，这些都是在健康的补给上面的比例比较高，所以大致上可以把它理解成这3个部分。那针对我们就是长跑、马拉松啊这样子的一个耐力运动啊，有哪些运动的补给品真的有被研究出来是对我们有帮助的？那运动补给品几个比较有实证科学研究的，第一个就是像是碳水化合物类的东西，就譬如说像是我们常听到的运动饮料。好，那第2个就是在近代比较流行、越来越多元化的果胶。果胶就对，其实里面就是含碳水化合物。是，对。那第3个呢，建议大家可以去注意到的矿物质镁，它是在修复上面是会很重要的一块。修复上面的镁。那如果真的要推进运动表现的话，是在像咖啡因这个东西。咖啡因曾经也被列为运动禁药，它后来是因被除名，是觉得说它是一个便宜的东西，那大家都可以使用。所以如果大家都用，那它对身体的危害性又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所以是一个公平原则的概念。公平原则，对，然后大家都可以用嘛。咖啡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个人他可以接受的剂量跟适合他的剂量又很不一样。这个就是真的需要有一个讨论，然后再去测试，特别是咖啡因。最近我在参与一些研讨会的时候，有发现到说，似乎在台湾不见得是这个剂量就一定对大家都可以。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的一些建议的一些剂量，对，但是实际上还是要依照就是你个人的状况来去斟酌这个剂量的一个调整。对，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学生问我的，请问半马需要肝糖超补法吗？那为什么又会有肝糖超补法这个东西？如果用半马的话，有一些研究它是说肝糖超补对他们没有效果，但就我所看，一般人的话，如果有规律训练，那通常都还是可以有帮助的。可能在顶尖的选手上面，他们还有其他的因素。他们在能量调控的使用上面已经不错了，甚至他身体的在补给的规划策略上已经不错，所以变成说在比赛前的肝糖超补不见得对他是有明显的帮助在，但是对一般民众经常吃的有一点不是很稳定，在做肝糖超补可以让表现上是比较可以稳定的发挥。这个肝糖超补我们要怎么样去有效的实施？因为我们希望是能够在比赛当天发挥自己最好的表现嘛。首先肝糖超补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真的要知道你应该要吃多少。那我们通常肝糖超补的那个碳水化合物量啊，很多哦，是最低就是每公斤体重8克，一天的总量，所以一样60公斤乘以8，对，480克是最低。对，哇，那这样子怎么样计算？比如说一碗白饭是几克？像是这样的一碗白饭，它的碳水是60克，60克，6848碗哦。这是跟所谓超补，就是你真的会吃很多，所以那个感觉不是觉得说，我吃的蛮饱了，我吃饱了，不是，是会让你吃饱到不要的。碳水化合物种类有分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可能有纤维的啊，或是像这种精致的白饭，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摄取？肝糖超补重点意义就是在说，我们要把碳水补到我们肌肉肝糖里面，所以能够进入到肌肉肝糖的碳水才是重点嘛。那我们刚刚讲每公斤体重8克是低标，那甚至有一些可能要每公斤体重多的话到720克，将近是你刚刚快要吃到2倍的程度。对，所以这个都算是肝糖超补的一个范围啦。好，那我们要选择的碳水类别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是全谷根茎类是优先的选择。那你的一些精致碳水，比较像是糖类的部分的话，它是其次的。手摇饮、可口可乐这个也都算是比较偏精致碳水啊，就是添加糖多的。那第二个就是你要补充的碳水的类别也要慎选，像我们刚刚一开头讲的说，隔天篮球队要比赛，披萨啊，对，那披萨有什么问题呢？脂肪过高。没错，脂肪会过高，它一片就是1-2份的油脂在上面了。那你每吃多一片吃，那个总量很容易就过量了。披萨它虽然说有碳水，但是它伴随的油脂也很高，但也不是一个很建议的东西。第二个，pasta 我们知道可以吃嘛，对不对？对，意大利面。请问一下，你要吃清炒还是白酱呢？还是焗烤呢？当然是清炒啦。对，这个时候比较，各位就会有发现到有差别。我们会很担心说，在这个肝糖超补的过程当中啊，容易会有过饱的状况。蛋白质我们在这个阶段会做调整嘛？会，但是那个调整的蛋白质，各位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吃的五谷根茎类杂粮啊，包含 pasta 这些食物本身就有植物性蛋白。如果用我们比较科学的一个分析来说，总蛋白质的量不会降太多。理解。对，但是实际上你可能看得到的，我好像吃的蛋白质变少，是因为有些都是分配到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根茎类的蛋白质上面去了。其实我们在做肝糖超补的时候吃的这些饮食啊，里面其实也是富含有蛋白质的。对，所以相对我们其实就吃到一天的总量就 OK 了。对。我看过就是所谓的传统型的肝糖超补啊，对，以及这种新型的肝糖超补，这两者之间呢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吗？那对于一般的市民跑者，你更推荐哪一种？肝糖超补法在过去啊，前3天到4天就是要吃低碳水，那很低的碳水，然后训练强度也是不低哦，还有70%左右的强度，是，就是让你的碳水降得很低，然后后面再开始大量吃碳水，去增加它的吸收程度。第二个改良式的做法呢，会变成说，前面3天呢，我们是在碳水的化合物没有降到这么低，可能就是降到大概40%、50% 左右。Okay. 那后面的要超补的这3天呢，才把它拉到70%。所以同样的部分就是后面都拉高，差别是差在说前面的这3、4天的我们的碳水是低，还是说算一般中等就好。其实以2个最后的肝糖累积出来的结果没有差异太大，没差异太大的情况下呢，危险风险就有差，也就是前面呢，你要忍受3、4天低碳水，然后训练强度又那么高。我跟你讲，老师，这我就做过，因为在我们这个6、7年前，真的确实就是都是以这种传统性的一个碳水化合物的补充。我跟你讲，我分析一下，那时候我一天吃了1000多块，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几乎是没吃饭啊。我们那个时候是有 UP 运动沙拉嘛，对，里面有牛肉、有生菜，对，相关的吃火锅，然后 sukiya 牛肉。味噌汤、鲑鱼、鳗鱼，就是因为你都只能用高级啊，你都只能用单点的方式，然后去吃这些东西嘛。对。然后我第3天做一个1公里的加速跑，我觉得我身体突然被烧干的那种感觉，烧干的感觉，真的烧干的那种感觉。然后，对，差不多就是这种概念。然后到了第4天，我飞去日本嘛，要准备比赛，对，开始吃日本的白饭，因为只吃白饭嘛。对。然后就吃，还有荞麦面，后来就身体就会慢慢的恢复，然后也确实到了
比赛那一天呢，在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果胶这件事情，只有运动饮料，就是大家会给的运动饮料，就这样子跑完全马。OK， 那时候身体好像不是很能够很好控制，精神上那个注意力也会受到影响，注意力会受到影响，所以有点在飘的感觉，真的会，因为身体就很无力的。那这个对我们的一般市民跑者有什么风险呢？其实，在身体的控制不佳的情况下，它是出意外最会发生的时候。那如果已经好不容易训练好几个月，结果最后要比赛的前3天用传统式的肝脏超补的方法，那在低碳水的时候受伤跌倒，是不是很可惜？或感冒，感冒，这直接完了。这也是就是你这3、4个月，掰了，下一次再来。所以不需要用传统的，我们就用改良式。其实每一次可以好好的训练，享受那个训练的成效，这样子就很好了。好，那今天跟老师呢就是交流这么多啊。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就有来过这个博飞营养咨询了，那我才知道原来在运动营养，我特别提到是运动哦，它的深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包含了就是你的训练强度不同，你的训练量不同，与之对应你的食物的量以及它的计算方式也会不一样，对，算是大大的去颠覆我对以前我要吃东西的一些想法，因为以前就是单纯就觉得说，哦，我就是吃好的碳水，好的蛋白质，那个量其实基本上，反正就是我觉得我有吃饱就够了。但是你有没有吃到位，其实真的是另外一回事。这也是原来在国外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搭配。那当然呢，博飞营养咨询呢也不只做运动营养，对，包含了我们的增重、减脂、增肌、减重。那如果你本身呢可能是孕妇的话，在这边也可以获得一些相关孕妇的那个营养咨询。对，那也可以搜寻我们的博飞营养咨询跟我们的杨成化老师的粉丝专页。谢谢收看今天的到底跑了没？今天你学会运动营养的知识了吗？我们下一集见，拜拜，拜拜。那当然，我们想要分享给大家最专业的内容，因此我们会独立把关节核心操、动态伸展、马克操、静态生产独立做出一个节目，千万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哦。那我们总共呢会分为关节操、核心操、暖身慢跑、动态伸展、马克操、专项性加速跑。那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你的可能比赛或是强度训练，完成之后我们会进入到缓和跑、静态伸展。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一一跟大家介绍这几种操对于我们的身体在运动时有什么样的帮助。